女人和丈夫的老爸越过了界限，本以为从此就会父子通吃，可不久后却被发现死在了酒店里。警察随后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女人体内有男人体液，而且已经怀孕2个月了，竟是一尸2命案，死因则是窒息而亡。接着警察继续调查显示，死者名叫薇娅，丈夫现在滨州老家，这次是跟着校长公公和婆婆一起来参加基督学院年会的。于是大队长当即只是去找2位老人家谈一下，而公公和婆婆表示，昨晚薇娅并没有去参加晚宴，她留在了酒店里。我们结束晚宴回来后，短暂见了薇娅一面，可她好像很累似的，大概是因为和韦伯熬夜制作年度报告导致的。至于韦伯，则是我们请的会计，他也住在这里。听了这话后，警察不由得将韦伯列为了第1嫌疑人，而韦伯也承认昨天和薇娅一起开会来，并且会后又一起逛了街，然后我们就回酒店了。时间大概是晚上9点，回来后我就睡觉了，但警察不信让他提供证人，结果韦伯称门卫看见了。就这样俩人调查了一圈，竟一无所获，于是又审问了酒店保安队长。可出人意料的是，酒店走廊却没有安装监控，而其他地方的监控录像又没记录时间，一切对破案都是那么的不利。不过保安队长也提供了一个消息，就是最近经常有酒店被偷，说不定凶手就是那个窃贼。于是顺着这条线索，警察来找了最近被偷的一名住客，他表示其中有个不同寻常之处，那就是窃贼手还把体液弄到了他的内裤上，而这正符合性犯罪的特征。可女人在被偷前并没发现有什么异常，但在警察的提醒下，他又突然想起有个男人总会在大厅看报纸，然后跟着我一起上过电梯，接着就描述了那人的长相。警察顺理成章把他当作了凶手，于是接下来先从治安科手里弄来了详细资料，然后就在窃贼正要犯案之际，恰到时机的将他逮捕了。可不成想，男人对自己的解锁技术很自豪，即使律师阻止他说话，他仍是侃侃而谈，自称是电子锁工程师，但却被公司开除了，因为他不相信电子锁绝对安全。而见他越说越嗨，律师急忙阻止，省得说多错多。不料男人根本不在乎，还斥责律师等会好好谈认罪条件就行了，然后表示偷的所有东西全放在家里，并且全都详细登记，很容易物归原主。显然他不是要偷东西，而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可警察才不管男人这套侠盗理论，他们只想要他招供如何杀了薇娅，但男人却坚决否认了。接着在警察的逼问下，才不情不愿地坦白，案发那晚我在偷东西，我偷了一只狗狗的镶钻项圈。而事后经核查，男人并没有说谎，所以他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也就排除了嫌疑。不过这时本森突然猜测薇娅外面有人了，理由是她怀孕的事并没告诉丈夫，而其他人也赞同，这也解释了薇娅没有反抗伤，房间也没有外人闯入的迹象，很可能凶手就是他的熟人。于是大队长立即指示去酒店仔细询问薇娅的行踪，哪知酒店经理果然记起一件事，就是案发前一晚11点，薇娅突然要前台往房间里送酒，但恰巧那时店里没酒了，所以薇娅自己下来去酒吧喝的，这可与她是大家闺秀的描述不太符合。不料经理又提醒人们在酒店里什么事都敢做，因为他们想反正也没人认识。而酒吧小二果然认出了薇娅，坦言她是来过2晚。接着警察就问是否有人陪着她，结果还真有。 They looked like they worked together. She was laying it on pretty thick, too. How do you mean? You know, laying her hand on his arm every time he cracked a joke, talking quietly so he had to lean in to hear him. Was he receptive? 2 people come in, they're both married to other people. She's drinking apple martinis to try to lose control, and he's drinking Amstel Lights to try to keep it. You've seen it before. They weren't making out at the bar or anything, but they left together. She couldn't walk without him. 最后警察问出了关键问题，就是男方的来历。结果小二记得他是酒店的房客，还把账记在了房间上。随后一查，他的名字叫韦伯，没想到竟是他。这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紧接着韦伯就被请进了派出所，警察则开始逼问起了他和薇娅的关系。不料韦伯只承认那天和薇娅一起研究了学院的投资问题。可随后警察就拆穿了那晚酒吧的事，结果韦伯竟称是薇娅一直在勾搭我，但她是我的大客户，我只能忍受。警察当然不信，明言我们早已看穿你了。You two were having an affair, she wanted to break it off, and you knew you'd lose her as a client. That's not true. You killed her to protect yourself. No! It's no affair. That night, she was half drunk for our meeting. She wanted to go to the bar afterwards. I had to. What do you mean you had to? What about a polite refusal? She insisted. She hit on me, and we left, and I found myself walking back to her room. We kissed outside her room, but that was it. 不料警察竟露出了诡异的笑容。试问哪个男人此时会停住？哪知韦伯竟辩解：如果你结婚了，就会明白了。我当时脑海中想起了小娇妻，瞬间脑袋就清醒了，然后就回去睡觉了。可警察还是不信世间有这样的男人，接着硬是推测出了韦伯的杀人过程，以及伪造了不在场证明，整得韦伯是相当无语。而鉴于韦伯的不配合，俩人又来找了校长公公了解关于他的情况。结果老班犹豫了一阵后，缓缓说出了韦伯喜欢和女人调情的一些事，但警察最想知道的是他和薇娅有事不？不料这时早已赶过来的丈夫插话了，他不相信韦伯会伤害妻子，而老头却没搭理儿子，只缓缓表明我们只需要韦伯每个月进行1次财报，但薇娅却选择和他更密切合作管理学院的基金，就是暗示薇娅勾到韦伯了。哪知一听这话，儿子急眼了，
于是老班又安慰他，认清现实吧。小班这才沉默不语了。然后警察又猜测了韦伯的杀人动机，而老班想了想，就默认了他是凶手。就这样，警察回头又审起了韦伯，指出了他多处撒谎的地方，但韦伯都否认了，仍坚称那些都是谣言。最后警察看他实在是想抗拒到底，于是提出了比对 DNA 的要求。没想到他的律师还真同意了，结果韦伯的还真和薇娅体内的不吻合，也就是说他不是凶手。这让警察一下又陷入了迷茫，只好突发奇想，也许凶手不是外面的人，而是家里人。于是按照这个推测，警察又把婆婆请到了派出所，感觉她应该知道点什么。不料婆婆起初还盛赞家里其乐融融，儿子和儿媳夫妻和谐。可当警察提到薇娅已经有2个月身孕后，老太太瞬间懵了，显然她还不知道这事。于是警察就问了，为啥你儿子不告诉你？却不成想婆婆竟忍不住落泪了，哽咽到儿子肯定也不知道，然后就自言自语祈求宽恕她怎么能这样做？警察还以为小班犯了事，不料婆婆嘴里的那个他指的竟是丈夫老班。 He had an affair for 2 years. Sylvia. 没成想竟然是这样，果然堡垒还得从内部攻破。既然他们家里有这种关系，那不用说老班可能是凶手了。随后他就被带回了派出所。然而就在警察逼供之际，外面突然传来了敲窗声，原来是技术科有了重大发现。他终于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监控视频中找到了关键线索。电梯监控拍到了一个人，竟然是小班。看来他并没有老实待在滨州老家。随后警察就查到小班那天下午飞过来，也找到了他进入酒店的监控。这么看来小班也有嫌疑了。而为了让凶手尽快交代，警察把俩父子放在了一起审问。但在大队长的逼问下，小班仍撒谎那天人在老家。既然不见棺材不掉泪，大队长决定拿出证据了。随后警察出示了实验室检测报告，显示小班指甲里的皮肤和薇娅脖子上的相吻合，而薇娅是被掐死的。这下小班可吓坏了。接着警察又出示了第2份 DNA 比对报告。见状，老班急忙以侵犯隐私为理由阻止，可大队长不管他，直接让手下给出了结果。薇娅体内体液竟是和老班的 DNA 吻合。此时呆呆的小班还被蒙在鼓里。 What the hell's going on here? Ask your father. It's his sperm. My father's? 小班一下就懵了，没想到父亲这么对自己。 No! 老头还能说啥？事已至此，小班决定不再做爸宝男了。 I've been suspicious for some time. When this trip came up, I couldn't stand it any longer. I got a train ticket and I came up here. To the hotel? And I got to the room. I knocked and knocked and knocked. I felt like such an idiot. It took her 5 minutes to open the door. And then what happened? She said she'd been sleeping. But with whom? That's what I wanted to know. And how did she respond? She laughed. Said I was paranoid. That the thought of her cheating was the only original thought I'd ever had. And then I lost it. I grabbed her shoulder. I wanted to shake some sense into her. And she went limp. And then I was looking at my hands around her neck, wondering what I was doing, choking her. 至此真相终于大白了，接下来小班就等待判刑了。而见到儿子如此下场，婆婆对丈夫也充满了怨恨，将一切罪责都归结到了他身上，嘲讽间把薇娅怀了他孩子的事说了出来。结果老班竟一时还不相信，不过警方有法医的鉴定报告，肯定是错不了的。 What were you going to call him, Ben? Son? Ben the third? A lifetime of grief. Yes. 2 years of watching my husband, my soon-to-be former husband, fornicating with my son's wife, fathering his own grandchild. 说完，她彻底抛弃了丈夫，而老班也会为掩盖儿子罪行受到该有的惩罚。